除了半岛局势外，外界注意到，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近期在访问菲律宾期间，专程前往被视为所谓南海前哨的巴拉望岛。据菲律宾星报报道，哈里斯到访非海岸警卫队并发表演讲，期间大谈所谓南海仲裁案，声称美国永远与菲律宾站在一起，挑拨意味明显。据报道，哈里斯此行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根据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扩大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不过，哈里斯访问菲律宾期间，大批当地民众在马尼拉举行抗议活动，其中一块标语牌上写着“帝国主义者哈里斯，菲律宾智库马尼拉亚洲世纪菲律宾战略研究所地缘政治分析师安娜·马琳达·乌伊指出，面对美国的积极拉拢，同许多东南亚国家一样，菲律宾极力避免选边站，避免成为某些超级大国围堵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棋子。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访问菲律宾最后一站，拿所谓恐吓胁迫行为说事，称美国与菲律宾站在一起，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哈里斯选在最接近南海的巴拉望岛，而且是面向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成员讲这一番话，当然这是他的一个精心设计，可以说呢是美方试图持续搅动南海的又一个动作。那么哈里斯他是到访巴拉望岛，也就是美媒口中所谓敏感地区的美国高官第一人。那么尽管哈里斯他的表态喊话没有直接点名，但是呢，《纽约时报》昨天的报道标题直接点出了哈里斯他的矛头所指 ：In Philippines, Harris promises support and denounces China。哈里斯承诺支持菲律宾，并且指责中方。那么，按照菲律宾大学政治系主任阿鲁盖教授的观察呢，作为迄今到访巴拉望省的最高阶的美国官员，美方这一趟特别行程的最大的目标就是呢，在他向菲律宾海岸卫队的这番喊话中，拿恐吓胁迫说事儿。就是为了作秀搅局。美报分析，拜登政府正在寻找对抗北京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方法。那么哈里斯前往巴拉望岛鼓动南海对抗，无疑呢就是方法之一。此前美媒也都在炒作，哈里斯此访菲律宾是要寻求推进升级所谓美菲防务合作协议，也就是 EDCA。那么哈里斯周一在与菲律宾总统闭门商讨的这个议题之一，据称呢就是要扩大美军在菲律宾人防部署的设施点，那么数目呢要从5个提升到10个，也就是呢要显著提升美军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与军力布局。那么按照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今天的爆料，这5个新增的点涵盖巴拉望省、三宝岩省等所谓前沿敏感地带。那么更加值得警惕的是，按照马尼拉亚太进步道路基金会研究员皮特洛三世的预警分析，不排除美方未来会寻求在轮防点部署美制中短程导弹，那么这将会构成真正威胁南海局势的所谓红线事态，那么这也是中方绝对不能接受的。那么这一幕红线事态会发生吗？对美方这种毫无底线的军事拉拢，菲律宾会如何回应？习拜会刚刚在印尼的巴厘岛上演，中美元首深谈3个多小时。美国总统向中方承诺5不4无意，强调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美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也无意围堵中国等等。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本人上周在曼谷主动约见中国国家主席进行简短会见时呢，他也强调两国元首刚刚举行成功会晤，美方不寻求同中方对抗或者是冲突，应该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但是我们从哈里斯之后访问菲律宾的动作或者是表态来看，他显然是在鼓动事态，在挑动与中方的对抗或冲突。那么这是对美方对华承诺的显著反言。中国元首在巴厘岛曾当面向拜登强调，希望美方将总统先生的承诺落到实处。至少呢，在美国副总统的访问菲律宾的行程中，美方明显是说一套做一套，这当然是美方一直备受各方诟病的所谓战略信誉问题。我之前在节目中也曾经质疑，如果美方对另一个全球大国的承诺都不作数，那么他又怎么能够说服菲律宾这样的区内国家来相信美方的所谓空头支票呢？按照马尼拉智库学界的说法，菲律宾总统是奉行平衡外交战略 ，friend to all, enemy to none， 广交朋友，绝不树敌。而且呢，马克思总统本人也已经确认将会在明年初访华，
他很有可能会成为在新的一年中国接待的首位外国元首。所谓选边站，其实是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一众东盟成员国，他们最不希望看到，也是在极力避免的一种外交困局。面对美方的全面拉拢，相信菲律宾会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做出理性清醒的抉择。我注意到，就美媒热炒到所谓 EDCI 议程，菲律宾方面低调回应说，目前仍处在评估阶段。那么 EDCI 它有所谓的执行期，本期协议呢，2023年4月到期。那么在此之前，菲律宾的所谓外交平衡术显然要经受考验，其中利害关系，相信菲律宾会看得清楚，想得明白。好的，谢谢管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